人类会不会并非地球上第一个文明？地球有45亿年的漫长历史，而人类现代文明的出现不过区几千年。如果把地球45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天，那么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连最后1秒钟都不到。在我们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亿万年间，地球上会不会诞生过其他智慧生命，甚至发展出过高度文明？也许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让我们大开脑洞，远在寒武纪的大海里，三叶虫们会不会筑起过城市？在恐龙统治的白垩纪时代，会不会有恐龙演化出属于自己的文明？有科学家就曾推测，如果在6600万年前那颗毁灭恐龙的小行星没有撞击地球，恐龙家族中以高智商著称的商齿龙或许有可能进化出类似人类的文明。事实上，一位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曾经描绘过这样的假想图景：假如商齿龙在灭绝事件中幸存并继续演化，千万年后可能出现一种直立行走、头脑发达的恐龙人。他甚至为此设计了一个模型，勾勒出这种智慧恐龙的模样，脑袋和眼睛明显变大，手指更加灵巧，或许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看起来就像传说中的蜥蜴人。当然，这仅仅是大胆的科学幻想，但它提示我们，智慧并非人类所独有的潜能，在不同的进化路径下，也许完全可能出现其他形态的智慧生命。毕竟在人类出现以前，爬行动物曾在地球上称霸长达 1.6 亿年之久。我们人类自以为是唯一，但地球45亿年来也许并不孤单。其实早在科幻作品中就出现过类似的想象，在英国经典科幻剧《神秘博士》中，就虚构了一种在史前诞生的爬虫人文明——滞留人。顺带一提，实际上的滞留纪距今约4亿多年，那时只有海洋生物和原始陆地植物，自然不可能真有智慧生物。这个名称只是借用来发挥想象，他们在远古时代就发展出先进科技，隐居地下，等待时机。这虽然只是虚构，但现实中真有科学家受到这个点子的启发。在2018年，2位研究者发表了一篇题为《滞留纪假说》的论文，大胆提出问题：地质记录中是否有可能探测到某种在我们之前就已消失的工业文明？换言之，我们人类真的是地球上第一个拥有工业技术的智慧物种吗？提出这个假说，并不是说科学家真的发现了什么史前高科技遗迹，而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思想实验。他们指出，人类的工业文明迄今持续不过短短200-300年，在地球生命数十亿年的长河中，犹如昙花一现。如果早在千万甚至上亿年前，就有另一个物种达到过类似的发展水平，那么经过漫长岁月，它们存在过的地质指纹还能被我们找到吗？我们不要忘了，自从生命出现以来，地球曾经历多次天翻地覆的巨变。板块运动能将古老的海洋地壳不断吞没重塑，风化与沉积能抹平地表的一切人造痕迹。就拿人类自己的遗产做比方，假如此刻人类集体消失，只需几千年时间，城市的钢筋水泥建筑就会崩塌淹没，几万年后钢铁制品锈蚀殆尽，森林和沙漠将覆盖曾经的城市轮廓。再过几百万年，绝大多数桥梁、摩天大楼甚至水坝的残骸都将在冰雨风霜中粉碎，或者被埋进厚厚的沉积层下。地质运动还会不断翻新地表，区几千万年后，当初人类文明的遗物恐怕早已被研磨成沙粒，难寻踪迹。研究表明，人类灭绝后不用200万年，地表的大部分人工建筑痕迹就会被抹除殆尽，只有巨大的石刻雕像也许还能勉强留存一点轮廓，但再过几十万年，恐怕也难逃风化消散。由此可见，如果远古曾有过高度文明，在亿万年的时光洗礼下，他们遗留下来的直接证据很可能早被大自然清理干净了。值得一提的是，迄今为止，我们也没有在地球现存的资源中发现任何被先前文明开采利用过的痕迹。无论是铁、铜这样的金属矿，还是煤炭、石油这样的能源，都没有出现某个地质时期被大量抽取耗减的异常迹象。偶尔有一些看似离奇的发现，最终也证明是自然现象。例如1972年，科学家在非洲加蓬发现一处铀矿，里面的铀同位素比例异乎寻常，
显示那座矿床曾在约20亿年前持续发生核裂变反应，如同一座运转了几十万年的天然核反应堆。这起初引发了对史前核技术的联想，但进一步研究确认，这完全是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巧合产物，并非史前智慧生命的杰作。综合各种研究结果，目前我们只能说，在我们人类之前，至少没有任何明确的证据显示地球上出现过与我们相媲美的工业文明。诚然，历史上曾不时冒出所谓超出年代的人工遗物的报道，引发大众对史前文明的想象。例如19世纪就有报纸声称，在古老的煤层中发现了一只制工精美的铁制花瓶，也有人宣称在数万年前的沉积岩中找到了疑似嵌着机械零件的石块，但这类传闻后来大多被证实不是误判就是玩笑。所谓铁花瓶很可能只是近代工艺品混入矿层，而那块带零件的石头实际上包裹着的则是20世纪的火花塞。直到今天，尚无一件获得科学界广泛承认的史前高科技器物出土。由此看来，若真有先进文明的遗留物躺在地层深处，也许我们还未找到它，但目前那些耸人听闻的证据都站不住脚。此外，有观点提出，如果史前文明达到了较高的技术阶段，他们可能不会局限于地球，或许曾经尝试探索太空。如果他们在月球或火星上建立过基地或留下设备，那些遗迹在真空与稀薄大气的环境下也许能保存千万年。然而迄今为止，我们的人造探测器并未在月球或火星上发现任何明显的人工构造，太空中也没有发现可疑的卫星或飞船残骸。看来，如果真有史前高等文明，他们的活动范围大概并未延伸到地球之外，至少没有留给我们可辨识的线索。这么说来，似乎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史前文明的可能。毕竟，即使真的存在过另一个文明，他们的城市、工具乃至文字都未必留得下来。化石记录本来就残缺不全，人类考古发现的历史遗存已经相当有限，更遑论距今几千万年前的文明遗物。然而，完全没有痕迹吗？如果曾有工业时代的文明兴衰过，总应该在地球上留下某些难以完全抹除的线索，哪怕只是一些异常的化学痕迹。科学家将这种可能的线索称为地质指纹，意思是在地层和化石中寻找不符合自然常规的异常信号，比如奇怪的同位素比例、异常富集的元素含量，或者一段时期内气候与环境的异常变化。有趣的是，地质学家们早已在地层中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蛛丝马迹，其中就包括距今约5500万年前的一场神秘高温事件。那正是恐龙灭绝后约1000万年，哺乳动物开始崛起的古新世，始新世之交。当时发生了地质历史上极为突然且剧烈的全球变暖。从地层分析可知，在那段被称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 PETM 的时期，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突然大幅提升，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在短短几千年内飙升了至少5度以上。有研究推测，在不到2万年的时间里，地球气温可能总共上升了超过10度。这样的急剧变化在地质史上实属罕见。地层中的碳同位素记录也显示出一次巨大的负偏移，表明当时大气中突然增加的二氧化碳主要来自有机碳源，例如生物遗骸或化石燃料，而非一般火山喷发释放的无机碳。更令人惊讶的是，这次异常暖化持续了大约10万年之久，才缓慢恢复。想象一下，当时南北极几乎没有冰雪，热带雨林和亚热带森林一路扩张到前所未有的高纬度地区，甚至连短吻鳄这样的爬行动物都悠哉地出现在北极圈附近的沼泽中。在这段全球气候异常的时期，由于大气和海洋的剧烈动荡，全球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极地不再冰封，生态版图重组，大量深海生物灭绝，许多陆地动物的数量锐减，并被迫向气候较凉爽的高纬度地区迁移，包括灵长类等一些新兴的动物群开始在那里站稳一席之地。然而，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却陷入了大混乱，海水变暖并酸化，深海环境严重缺氧，大量海洋生物无法适应而灭绝。化石记录显示，海洋底栖的有孔虫在
那段时期有超过 35% 的物种突然消失，这是他们在过去9000万年中前所未见的重大危机。陆地上不少动物也因气候巨变而销声匿迹，生存下来的物种被迫往纬度更高的地区迁移。在极热持续的年代里，哪怕是哺乳动物也变得比平时更矮小瘦弱，因为在酷热环境下，小型动物更容易排出体内多余热量，体型大的反而难以适应。有趣的是，化石证据显示 PETM 期间一些哺乳动物的平均体型确实明显缩小了。例如，一种早期马科动物在极热高峰时期的体重比之前减轻了将近1/3，另一种灵长类的体重也出现大幅下降。科学家推测，这正是由于气候炎热导致的。侏儒化效应，在高温环境下，小体型动物更易散热存活，而体型较大的个体则更难适应酷热。这种现象与现代动物在热带地区往往比高纬度亲缘种更娇小的规律相符。总而言之，5500万年前的那次极端暖化事件对地球生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谓一次小型的生物大灾难。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全球变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呢？科学界对此提出过多种解释。主流观点认为，这很可能源于一系列大规模的自然过程。例如，有古生物学家推测，在古新世晚期，地球气候已有所变暖，导致海底长期冻结的甲烷水合物突然大量分解，释放出巨量甲烷气体。甲烷作为比二氧化碳强数十倍的温室气体，一旦从海床喷涌到水体和大气中，就会迅速提升全球气温，并进一步引发恶性循环。也有地质学家指出，当时恰逢板块张裂，引发剧烈火山活动，大量火山喷发将二氧化碳直接注入大气层，成为全球升温的推手。不管是甲烷爆释还是火山喷发，亦或两者共同作用，总之都属于自然因素导致的气候异常。其实，在更遥远的过去，地球也历经过更加剧烈的环境巨变与物种灭绝。例如约 2.5 亿年前二叠纪末的大灭绝事件，就与超级火山爆发引发的长期温室效应有关。可见，不需要文明的介入，大自然本身也能掀起毁灭性的巨浪。这些说法看起来合情合理，但也有科学家提出了另一种大胆假设，会不会在5500万年前，某个我们未知的文明引发了这场全球暖化呢？简单来说，如果在那遥远年代曾存在一个工业文明，他们疯狂燃烧某种燃料，大规模排放温室气体，是否就会在地质记录中留下类似 PETM 时期所观察到的气候异常？这听起来匪夷所思，可仔细比较之下，某些相似之处还真的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我们当前人类工业活动导致的全球变暖，在地质学家眼中，正是一场微缩版的极热事件。想想看，近200年来，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烧掉了数以千亿吨计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把不可胜数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较前工业时代飙升了近一半，海洋表层的酸度提高了约 30%。截至今日，全球平均气温已比100多年前上升了约1度，而且仍在持续攀升。如果任由排放继续下去，到2100年，气温很可能再升高几度。地质学家预测，人类活动造成的这场异常气候，很可能会在未来的沉积层中留下一薄层独特的印记，其中包含碳同位素的骤变、金属元素的异常富集，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生物灭绝和环境巨变。数万乃至数百万年后，假使未来的智慧生物研究这段地层，完全可能发现我们文明曾留下的种种痕迹。那么反过来说，当我们在现今的地质记录里看到5500万年前那段反常的高温高二氧化碳时期，我们是否也应该至少考虑一下非自然成因的可能呢？正是基于这种类比思维，提出滞留纪假说的研究者才鼓起勇气抛出了这个惊人的想法。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如果5500万年前那场极热气候真的是某个文明所为，那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也许当时地球上正繁衍着一群智慧生物，他们建立了城市和社会，掌握了利用能源的技术，正在整个星球上大兴土木。他们源源不绝地燃烧燃料，释放滚滚浓烟与气体，来维持文明机器的运转。然而在享受工业成果的同时，他们未能意识到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节节攀升，温室效应让全球气温逐年上涨。最初或许只是夏季变得酷热难耐，但很快两极的冰雪开始融化，海平面上升，整个气候系统彻底紊乱。曾经繁茂的森林开始枯萎，大面积的干旱与洪水交替，侵袭着他们的家园。海洋变得更加酸性，渔业资源大量消失，陆地上的农作物颗粒无收，食物产量锐减，许多物种纷纷灭绝。这个远古文明终于在自我造成的生态灾难中走向崩溃，他们的人口和城市在极端环境下日渐凋零，最终消失殆尽。万幸的是，地球最终还是修复了自己在此后的10万年间，气候逐步恢复稳定，新生的物种取代了逝去的生命，星球再次恢复了勃勃生机。但对于那个曾经辉煌的文明来说，一切都为时已晚。他们的建筑、器物在岁月中化为尘土，只在地质记录里留下了一段反常的高温与灭绝事件，仿佛是给后世敲响的一记警钟。当然，目前没有任何实质证据能证明 PETM 时期真有一个工业文明在作怪。科学家们只是在强调，如果真有史前文明存在，我们该如何去侦测他们遗留的蛛丝马迹。他们提出了一些可能独特的标志，例如，假如我们在5500万年前的地层中发现某种明显不属于自然生成的高分子化合物残留，比如塑胶微粒，那就很难用火山活动等解释通了。同样地，人类冶炼出的纯金属，如铝、铜，在自然界本以矿物形式存在，若沉积层中某一时期聚集了异常多的精炼金属颗粒，也几乎无法以自然成因来解释。此外，如果沉积物里出现反常的化学比例，例如铅、铯等元素含量大幅偏离常态，那或许也是我们工业活动的指纹。再有，如果在地层中发现极细薄的一层岩层，同时包含燃烧化石燃料留下的碳同位素异常、全球生物多样性骤减的痕迹，甚至夹杂着长寿命放射性元素的微粒这种组合诠释的证据，几乎就可以让人相信这绝非一般自然过程可以造成的结果。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科学界尚未在 PETM 或更古老的地层中找到上述任何一项明确的人工遗留物。5500万年前那场异常的全球变暖和随之发生的物种辐射与灭绝，根据现有研究仍然可以用自然因素解释，我们并没有发现塑胶碎片或金属零件埋藏其中。那么，史前曾存在高度文明的可能性是否就此否定了呢？其实也不尽然。或许远古某些物种的确诞生过智慧，但他们的文明没能走到工业化那一步，甚至连大规模农业社会都未形成，只停留在初级的原始状态。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对地球环境的改变非常有限，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不容易被察觉。或者换个角度思考，假如真有一个文明的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的想象，他们的存在形态可能和我们截然不同。他们未必像我们一样兴建城市、冶炼金属，也许对环境的影响方式完全超出我们目前的科学范畴。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无法理解摄影机和电波的存在一样，我们或许也无法辨识某种超前文明留下的痕迹。然而，从严谨的科学角度出发，我们仍得承认，目前并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证明在人类出现以前，地球上存在过工业时代的文明。正如那篇提出滞留纪假说的作者所说，他们并不认为真有史前工业文明，只是希望借由提出这个问题，促进我们思考如何在地质记录中识别如此微小的可能性。这个假说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视角，让我们回顾地球的深远历史以及潜在的其他文明。同时，它也提醒着我们在宇宙中的普通地位。当我们未来寻找外星文明时，或许要留意那些隐藏在行星环境异常里的智慧信号。回到最初的问题，人类究竟是不是地球上第一个文明？目前看来，答案大概率是肯定的。我们之所以没有在古老的地层中挖出任何遗址或机械残骸，只能说明在我们之前，并没有哪个物种发展出足以留下宏大遗迹的工业文明。但科学探索的魅力就在于保持一丝谦逊和好奇。假如未来有一天，我们真的在岩石深处发现了一件不属于该年代的人工制品，或者在南极厚厚的冰河中读出了某个史前文明的污染痕迹，
那将彻底改写我们对地球生命史的认知。在此之前，这一切仍然只是大胆的假设而已。或许地球上从未孕育过除人类之外的先进文明，或许我们真的只是这颗星球上独一无二的首次尝试。但无论真相如何，这个话题都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人类的渺小与脆弱。我们并非天地的宠儿，只是在漫长时光中偶然出现的一个过客。毕竟，如今由人类引发的物种灭亡潮已让科学家们警告，地球可能正处于第6次生物大灭绝之中。如果远古真的有文明曾因环境浩劫而灭亡，我们又怎能保证自己不会走上同样的结局？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文明，善待地球，那么最终我们也可能重蹈那些假想中史前文明的覆辙，于自然洪流中悄然陨灭，留给未来的只是些许扑朔迷离的痕迹而已。